同学们好，这一节我们来讲硅酸盐系统相平衡特点。首先，我们来说热力学平衡态和非平衡态。我们要学的相图反映的就是体系的热力学平衡状态，能够指出一定条件下体系所处的平衡态，即其中所包含的项数，各项是什么状态，各项的数量还有组成。动力学因素在相图中完全不能反映。也就是说，相图与达到平衡状态所需要的时间无关。硅酸盐系统相平衡是一种什么状态呢？我们知道，硅酸盐系统在高温熔融状态下粘度非常大，扩散能力有限，所以要达到热力学平衡状态需要很长的时间。那么一般情况下，我们选用一种浸式状态即可。下面我们来了解介稳态，即热力学非平衡态。这种状态会经常出现在无机材料系统中。我们举个例子，石英有7种晶型，方石英从高温冷却时，只要冷却速度不是足够慢，由于晶型转变的困难，往往不是转变为低温下稳定的阿尔法邻石英、阿尔法石英和贝塔石英，而是转变为介稳态的贝塔方石英。阿尔法邻石英也有类似现象，冷却时往往直接转变为介稳态的贝塔邻石英和伽马邻石英。需要说明的是，介稳态的出现不一定都是不利的，有时我们需要创造条件，一般是快速冷却或者参加杂质，刻意的把晶体某一介稳态保存下来。例如制备水泥时，我们要快速冷却，将介稳态的贝塔硅酸二钙保留下来，才能赋予水泥一定的水溶性。另外，陶瓷中介稳的四方氧化锆、耐火材料硅砖中的邻石英以及所有的玻璃材料，都是我们通过创造动力条件有目的的保存下来的介稳态。这些介稳态在热力学上是不稳定的，处于较高的能量状态，始终存在着向室温下的稳定态变化的趋势，但由于其转变速度极其缓慢，因而实际上可以长期存在。下面我们来学习相率。我们在物理化学课程中接触过吉布斯相率 F 等于 C 减 P 加2，这里 F 代表自由度数， C 代表独立组分数， P 为相数，2代表温度和压力两个外界因素。但大多数材料属难溶化合物，挥发性很小，属于凝聚系统，压力可以忽略，所以 F 等于 C 减 P 加1。那么什么是相？相是指系统中具有相同的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的均匀部分，这个均匀要达到分子、原子水平的均匀。相间有界面，我们可以用物理或机械的办法分开，就像冰和水两个相，一个相可以是均匀的，但不一定是一种物质，例如空气。一般情况下，固体中有几个物质就有几个相，但如果是固溶体就是一个相，而液体呢，我们要看混溶程度，例如液体分为几层就存在几个相。C 为独立组分数，它是指足以表示形成平衡系统中各项所需要的最少数目的组分，通常把具有 n 个独立组分的系统称为 n 元系统。按照独立组分数的不同，可将系统分为 C 等于1时单元系统， C 等于2时二元系统， C 等于3时就是三元系统。在硅酸盐系统中，我们要注意经常采用氧化物作为系统的组分，例如氧化铝单元系统、铝硅二元系统，而且还要注意区分一些特殊的表示方法。接下来我们来学习自由度。自由度指的是温度、压力、组分浓度等可以影响系统平衡状态的变量中，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改变，但是不会引起旧相消失、新相产生的独立变量的数目。举个例子来说，图中组成位于液相区的点，
如果我们在液相区改变温度和组成，并没有引起旧相，也就是液相消失，也没有引起其他新相产生，自由度就是2。这次的重点是理解热力学介稳态，掌握相率中各参数意义。那么这个知识点就讲解到这里，同学们再见。